Hello，大家好。这一期我们来看这位永恩酒后哥的一个上单推荐情况。这个皮肤确实好看啊，所以很多人都会选择玩它。然后这里的话可以看到它的出装是带3绿，然后就是搭配征服者。然后它的这个符文说错了，它出装的话是标准的一种出装方式，那个破败搭配银血双吸血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这局对线如何。打的是对线的话是鳄鱼，前期的话鳄鱼是有优势的，但这边拉扯的比较好，因为 Q 技能的那个攻击距离是比鳄鱼长的，所以你拉扯的好的话，前期对方就算有优势也不怕。有了 W 以后就可以尝试跟对方换血。一个 Q3，看看能不能吹到。这里的话最好就是把兵线跟他一起吹，但这里面漏兵了，有点小亏。但还好啊，就是只要你闻到经验就行，因为对线就是手游跟端游的差距的兵线差距其实没那么大，只要你能闻到兵线，就是闻到经验就能吃到兵线。虽然说不是自己补的，不像端游啊，你吃不到兵线的话你就难受，那么难受。这里卡了一下。给一个后点的眼，避免被对面那个来越塔，因为2分钟了嘛。这里卡兵线，卡住。在这个版本的话，虽然说3绿被削了削了这2个符文，但可以看到对方压线的话，你就给这个眼的话，其实是有效果的。对方就算就是有可能会骗你回家了什么的，你这边稳稳的把兵线卡在这。对方吃到这个塔伤害，上来打一套，血量是可以一个 Q3， 等一个 Q3 的话，看看能不能把兵线一起清。对方的话还是想推进来，那这波有点亏对面。这波可以尝试，对面已经到了斩杀线，可以杀一下。对方的话应该是回家了，血量不健康。那前期的那个对线到期结束现在轮到来到了第2回合。这里的话E技能回来，就你可以有时候你要判断一下你的经济够不够，够的话你就可以这样操作一波。对面鳄鱼很稳的，说实话，上来打了一套，对方是等级优势的，因为他清的兵线清的更多一些。这里继续卡线。永恩是在第一件吸血装备没有成型前，他是没有太多优势的。永恩这英雄，他真的很吃第一件装备，吃第一件装备出来以后就完全不怕对方了。这里的话大招过来，有 E 的一个 Q 接 W 收掉而已。对方大意了。前期做的所有努力付之东流。这里的话选择回家，因为剑魔没有露头，如果剑魔露头的话就完全没关系了，那说明他应该是在上半野区的。
其实对面那个鳄鱼压力还很大。哎，这里的话直接来到后面来断线了，还是得吃到这个炮车。哎呀，那这样的话没办法啊，只能给他断了。这个炮车没有 W， 没有拉扯好距离。这波对方的话应该是不敢再断了，选择回家了的。他断完线肯定直接回家，所以这边也直接回家，不要犹豫。这个鱼拿这个永恩一点办法没有，只要永恩一点，就是永恩这边绝活哥这边不失误的话，其实对面鳄鱼是拿他一点办法没有。但鳄鱼只要一失误，找到机会给他打一波消耗1、2波以后就可以尝试现杀了。对方是回家的，给个眼。尝试先碰先锋，因为剑魔漏了一个 Q 上来打一套，3个人集火，先把这个鳄鱼秒掉，可以全是控制，还吃到人头了，那爽了呀！直接一个 Q， 剑魔去拿小龙了，应该小龙可以收掉的。对面这个小龙应该是两边就是属于互换资源，毕竟安倍上没有惩戒了嘛。继续刷线，赶紧把这个破败给做出来。破败做出来以后，鳄鱼就完全没有任何的优势了。你们可以感觉到这种。对面剑魔只能抓双人路，双人路又不好抓这局，所以然后这个鳄鱼一直压着永恩在塔这边方向啊，所以没办法。这里的话，线上你可以看到，做了那个破败以后，完全就可以跟对方去换血，完全不虚的呀。扫了一下视野。这里可以接着打下去，安倍萨如果过来的话，可以直接给大招的。哎，哇天，太离谱了！如果是我肯定会上了。他这种回城的话，那多半就是对方打野肯定在后点。哇，对面钓鱼啊！果然高手才是才高手的意思啊！我只是普通意识。对面还钓鱼，对面剑魔应该不在。哦，辅助上来了，一个 Q 拉开，啊，上路在，可以看到啊，几百个心眼在那里。两边的话直接换线啊，双人路上去了，这里下来直接走下路。阿卡丽问了一下队友，阿卡丽有没有大招的？有大招的话，那就得看着来打，不能太着急。哦，命中了，眩晕。这里的话优先秒这个阿卡丽，直接一个 Q 闪，一个 Q3 收掉人头。哇天！哎，你们有没有感觉到这位绝活哥，他的所有，到现在没有一次失误，你们感觉？他所有都是做到了极致，就把所有细节都处理得很好，太离谱了呀！玩永恩，这种他玩永恩这英雄真的是，确实得有心眼子才能玩更好。这里的话，看能不能还能坚持，直接大招过来，上来直接秒这个
但队友的话也没活下来，只能这样子了，1换1。这个大招是拿来赶路的，并不是拿来打伤害。如果对面往前冲的话，其实这个大招说不定还能，就是队友卖自己，然后过来换，就是大招，就对面强行要赶过来的话，尝试是可以吃那个大招，说不定还真能大2个。大2个的话，可能可以1换2。这里的话想反打，但队友好像血量不太行了。这里E反向E直接秒，但对方有复活，必须得走了。对面辅助的大招交了，下一波团龙可以尝试打龙团，下一波回去把银血给做了。对面辅助没大的话，这小龙可以稳稳的拿下，再把下路兵线一清，然后出来应该是可以做银血，直接去打大龙团。双银血优势很大，剑魔在下路，那2个人在下路的话，龙可以开了，龙其实可以开的，但队友回家，那又不打算开嘛，看看能不能抓掉这个鳄鱼啊。把鳄鱼抓掉的话，那龙的话就有优势了。剑魔上去了，阿卡丽在下路，这里没打断呢，可惜了。这里这波团的话必须得拉开，但两边互换人头，安倍萨应该活着下来，已经到了高地位置。这波的话其实可以打先手的，但对面不敢打龙。但对面如果碰龙的话，必须得4个人在龙坑，他们不可能说留个人在守那个传送门的位置的。对面还是挺担心这个永恩的一个进场，这就是永恩有优势的那个，对面是很难说打出那个叫什么，就是说不得不防的那种。不像有一些英雄，就算你发育再大是吧，再强，他们都不担心。对面有控制啊，为了这个龙团，这波的话是做个水银。对，又打了起来。安倍萨利用技能被动位移拉开，这里大招反打，这里的话大招直接入场以后大起2个。再把2个人头收掉，这样的话其实可以尝试，还是得小心一下阿卡丽的，队友这边追得很深，但阿卡丽好像没漏。那这样的话，哎呦，阿卡丽来早了，E技能拉开，但损5没挂到，挂到了，但伤害打出来了，那吸血也太足了呀，感觉打出来伤害全吸回来了，这双吸血确实。爆发并不是很高，但持续输出是完全是够的。然后再加上征服者那个叠满以后啊，他的那个也是有吸血的。有优势，拿了龙的话，直接4-1分带，打野区入侵对方野区。寒冰大招尝试找机会，找不到，那直接往前推进就好了。打野只需要在野区，完全就可以找机会的。两边支援嘛，如果打野这边被抓，他就直接可以往下走，队友只需要中推就可以了。像剑魔开大，剑魔和鳄鱼2个人只要开大的话，直接叫什么？那叫直接往后拉，第一时间往后拉就行了，把对方的大招骗出来。这鳄鱼的话就开始偷塔了。这种偷塔的鳄鱼其实没有太大的优势了，就挺废的，不像剑姬，它的就是它带线的那个压制力没有像永恩和那个剑姬来的那么
有威胁。可以接着继续带，看看能不能带掉对面的2塔。鳄鱼守不了这个有大龙魂的塔。就是有大龙 buff 的兵线的塔，他是守不了的。一技能过来探一下视野。这个位置你知道吗？他为什么选那个位置？如果说他 E 技能上去了，打完2个 Q 以后，有 Q3以后立刻穿墙，对面就完全回不了。所以玩永恩一定要学会打出 Q3了，要攒 Q3，这样你的选择，你的就是那个选择权就很大了，可以穿墙跑路，或者说继续追进也可以。这波4件套了，伤害是很高的。对面鳄鱼过来，扛不住伤害，直接倒下了，直接打 AOE 伤害。一技能拉开，大招刮进来，秒2个，直接闪现再拉开一个，直接秒掉了，点燃收掉人头。那行，那这局的话就到这了，后面的话还有一局，欢迎大家接着往下去看。